全球超一半的铜都被我国包揽，但即使是这样，我国仍然缺乏铜资源，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里是知识 TNT。我国存在铜资源短缺的问题不是一时半会儿了，很多不明白其中原委的人或许会认为是因为我国的铜储量不足，此话只猜对了一半。据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2所统计，一直到2021年底，我国已探明的铜储量是3494.8万吨。我们这次就不拿智利、澳大利亚、秘鲁这种铜储量远远超过了全球各国的地方来和我国做比较，就说科技发展一直很迅速的美国的铜储量吧。据2021年 USGS 统计称，美国的铜储量约占全球铜储量的 5.45%， 中国约占 2.95%。尽管百分数参与计算的数量单位是万金属吨，但铜属工业大国的美国却远远比不上我国这般对铜资源的如饥似渴。这是为什么呢？虽然我国铜储量不算多，但造成铜资源短缺的原因不只和国家的铜储量挂钩。我国铜资源类型的分布是贫矿多、富矿少，并且就我国自身重视的发展产业来说，需要的富矿比贫矿多很多。这就导致我国虽然铜储量不算太低，但还是需要向外国大量进口铜矿资源。美国自身的铜资源类型分布就比我国平均一些，我国近年来位居全球铜资源进口量第一的位置。造成我国铜资源短缺的原因可不止这两点。虽然我国花大价钱进口铜资源，但是有一部分铜资源被加工成各种零件又贸易了出去。还有第三个原因是和我国的冶炼企业有关。我国铜冶炼企业生产的原料主要是原生铜矿和废杂铜。还得提一嘴，为了大力推动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低成本解决铜产量不足的问题，我国曾大量进口废铜进行再生利用。目前我国冶炼企业存在的问题有：一是原料对外依存度高，二是产业集中度低于全球主要生产国的普遍水平。原料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导致我国冶炼企业自身的盈利能力有限，各大冶炼企业在此条件下，为了维持企业发展，不得不争抢进口原料。这不仅使盈利受限的模式进一步加深，在技术方面处于前列的企业没有更多的资源进行高产量的铜处理，使得我国前10的冶炼企业产能加起来也不足国家总产能的 70%， 同时也导致坐拥矿山的冶炼企业没有多余成本对自家矿山进行有效开发。我国冶炼企业争抢原料，再加上各企业冶炼技术参差不齐的问题，使我国冶炼企业为国家提供的产能低于其他主要生产国的平均水平。我国铜储量排名世界前列，对外依存度却超 70%， 原因究竟是什么？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花大量钱进口铜资源，但由于进口的铜资源有限，分到全国冶炼企业上的更加有限，各大冶炼企业的盈利受限，因而产能较低，导致铜产业自身发展缓慢，陷入死循环。可是让我国铜资源短缺的最大原因并非只有这一点，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国各种新兴行业的成功发展运用到了大量的铜资源。铜大致分为纯铜、青铜、白铜、黄铜。每年有 50% 的铜被电解提纯为纯铜，用于电气工业。纯铜的含铜量高达 99.95%， 主要被运用于制作电机、母线、电缆等电工器材，也被用于制作太阳能加热装置的平板集热器、热交换器等导热器材。也就是说，我们家里的电器电线几乎都是和铜有关联的。除此之外，纯铜还被运用到了家具的装饰上。青铜的熔点低、硬度大、可塑性强且耐磨耐腐蚀，被用于各种器具和机械零件、轴承、齿轮等。白铜则被广泛运用于造船、石油化工、医疗器械、工艺品等领域，而且我们常见的电阻及热电耦合金也是它。黄铜虽然被排在最后，但其作用可不小。黄铜是制作建筑结构的重要材料，而且也被广泛运用于制作机械零件和电子元件等。我们为什么要了解这些呢？那是因为我国的新兴产业与这些领域八九不离十。2018年10月12日，我国对新兴产业进行了战略性分类，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等9大领域，其中需要铜资源的产业就占了7个。比方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中的一些电子元件的制造就需要铜，高端装备领域中的机器人制造也需要铜。不过，铜的战略意义主要体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和新能源产业中。
新能源汽车井喷式发展，为什么会让中国的铜储量捉襟见肘？全球 5G 领导者华为、小米等通信领域的大型企业已经跨行业先后推出了新能源汽车。或许传统汽车还能盛行一时，但在地球环境问题再次无法被忽视时，迫于地球家园的危机，新能源汽车必然将成为未来100年或更远时间里的重中之重。而新能源电机和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制作材料正需要大量的铜。除了这俩新兴产业，我国新兴清洁能源到2025年，光伏和风力发电的铜直接用量将达到90万吨。清洁能源技术是近年来开发出的能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也属于我国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言归正传，原来我国铜资源短缺更多是因为我国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因而才使得我国的铜使用量年年攀升，导致铜的严重短缺。为了应对我国铜资源短缺，我国都采取了哪些处理方法？一来，我国通过加紧对全球铜资源的控制，争取更多的进口铜资源。我国各类企业海外铜矿权益投资累计超过了140亿美元，包括我国参与全球70多个大型海外铜矿项目的勘探设计和建设。至今，我国涉矿项目的权益资源量约是1.43亿吨。还有加大铜资源的进口量，在2022年，我国的铜金矿进口量已达到2527万吨。二来，我国本身还有大量的铜矿资源有待被开采，但我国似乎并未在这个方向上有所动作。并非如此，我国一直在加大对本土矿资源的勘探和开采，只是我国的勘探开采技术仍需提升。国内近年来冶炼产能布局在向福建、内蒙古、广西等新地区发展，其中不少地区开采难度较大，开采成本高，运输成本也较高。总的来说，不是我国不通过大量开采铜矿弥补需求量的不足，而是供不应求。我国高科技发展一直都处于全球顶尖的位置。在全球科技都快速发展的情况下，资源抢夺战将成为各国的重中之重。要保持新兴产业的稳步发展，我国需要在有效开采本土矿资源的同时，也要与矿产资源大国保持好长久的利益合作关系。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